201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在福建仙游的一座寺庙里，一名小和尚因腹痛起夜到室外入厕。可是就在他返回的途中，路过住持是真姬的禅房时，隐约听到一阵诡异的声音。小和尚心想，佛门之地怎么会有如此不洁之声？他缓缓走上前，侧耳一听，竟然听到一男一女私会的对话，而男人的声音正是他熟悉的住持是真姬。小和尚悄然离开，脑中却是久久无法平静。他想到白天的住持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谁知背地里却做着这样龌龊的事。几天后，小和尚带着满心的疑虑向警方报案，举报住持是真姬的不堪行为。然而当警方得知是真姬的真实身份后，才发现这位高僧的经历不简单。故事还得从一个叫刘永宪的河南男子说起。70年代出生农村贫寒家庭的刘永宪，中学毕业后就早早辍学，来到城市打工赚钱。由于没有学历也无一技之长，只好进入一家炼钢厂当工人。这家工厂是一名叫薛应福的男子投资的。薛厂长中年油腻大叔，色心未泯，看到漂亮女孩总是色眯眯的盯着看。刘永宪进入工厂后，认识了同乡女孩罗某。罗某年轻漂亮，聪明能干，两人互生情愫，不久后便在工厂的宿舍同居。当时两人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，本以为这样艰苦的日子很快熬出头，谁知却是美梦一场。渐渐的，刘永宪发现女友的漂亮衣服越来越多，甚至还增添了不少昂贵首饰。起初刘永宪因工作忙碌也没有在意，直到一次与工友聊天时才得知，女友罗某经常出入厂长办公室。刘永宪没想到女友竟然会背叛他，于是在1995年的春节期间，他质问女友是否与薛厂长有私情。然而女友却哭泣地说，是他逼我的。一时间刘永宪感到无比愤怒羞辱，不禁心生恨意，而女友也随着多次的争吵离开了他。陷入绝望的刘永宪刚过完春节就立刻返回工厂，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他抄起一旁厚重的铁板，砸死了薛应福。看着满屋血迹，刘永宪才意识到犯下了滔天大祸，便匆忙逃离现场，从此开启了逃亡之路。刘永宪先后辗转多个城市，一直南下逃到了海南。在海南，他改名换姓，变成了孙小杰。为了养活自己，他到工地上搬砖，去餐厅里洗盘子，东躲西藏。每当看到警察路过，他就心惊胆战。长时间的恐惧和压力让他夜不能寐。在深夜辗转反侧间，刘永宪竟然萌生了剃度出家的想法。之后他游走到了福建仙游，经过打听，得知附近有一个叫西隐寺的佛门净地，他便执意遁入空门，并获得法号是真姬。剃度出家后，是真姬勤勉努力，任劳任怨，很快得到住持的赏识，并将他送往广东佛学院学习深造。在佛学院的那几年，是真姬潜心学习了佛教文化，也结识了很多佛教界人士，并开始崭露头角，活跃在各大法会之间。然而就在是真姬在外游学时，老住持病重去世。随后是真姬回到西隐寺，担任起新的住持。接管寺庙后，是真姬一改往日寺庙的风格，筹集资金，扩大规模。没想到西隐寺的香火越来越旺，随着寺庙的名气远扬在外，是真姬也被邀请担任当地的佛教协会秘书长，成为一名佛教界的重要人物。同时他也成为许多信徒心中的得道高僧。身居高位的是真姬，内心欲望的火苗越来越旺。一次在外地主持法会结束后，是真姬并不着急回寺庙，而是穿着僧袍到处闲逛。偶然间遇见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郭小妹。郭小妹面目清秀，青春灵动，深深地吸引了他。而此时的郭小妹正处于人生的迷茫期，在是真姬的一番心灵开导下，渐渐地对眼前的僧人产生了好感和信任。几次交流后，郭小妹也跟随是真姬来到了西隐寺，当起了尼姑。可是是真姬对于郭小妹的欲望远不止于此。进入佛门后，
郭小妹在是真姬的淫威诱骗下，不得不委身于对方。白天，两人以师徒相称，而到了晚上，两人却共度着亲密时光。几年后，郭小妹也不甘愿再待在西隐寺，而是真姬也在为两人的未来做着打算。是真姬凭借多年混迹于佛教界的经验，深知如何利用信徒敛财的手段。他不仅在多地开设法会敛财，同时售卖各种开光供奉物品，还在多个寺庙当住持，收取信众香火钱。短短几年内获利上千万。是真姬不仅在深圳购买了别墅，在厦门还买了海景房，甚至在香港也购置物业。此时的郭小妹也无心继续留在寺庙生活，而是搬到深圳长期居住。在那里，两人还领了结婚证，生下一对儿女。而领结婚证时，为了避人眼目，是真姬又买了一张身份证，以刘伟的身份与郭小妹秘密登记结婚。结婚后，郭小妹在深圳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，过起了富婆的生活，名牌服饰包包不离手，出门豪车司机永相随。而是真姬则是保持着住持的淡泊生活，每日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轿车，奔波在寺庙与城市之间。只是偶尔郭小妹会化作尼姑身份，进入寺庙与老公相会，这才出现开头那一幕。警方收到小和尚报警后，对是真姬展开了深入暗地调查。经过多方调查后，才发现是真姬的真实身份，正是追捕逃犯刘永宪。最终，是真姬于2017年一次云游归来时，被潜伏在西隐寺门外的警察抓获。审讯中，是真姬对22年前犯下的罪孽供认不讳。之后，法院判处是真姬死刑，缓期2年，但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，改为无期徒刑。尽管是真姬已得到法律严惩，但被他杀害的薛应福一家却是家破人亡。薛应福死后，妻子改嫁，母亲含恨离世，还有被欺骗的郭小妹，至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，全然不知这个陪伴多年的枕边人，竟然是一个在逃犯。不仅如此，那些被欺骗的信徒们，他们视真姬为精神寄托，却被他无情玩弄，实在令人唏嘘。是真姬出身贫寒，本可以凭借聪明好学，过上幸福生活，却因为遭受伴侣背叛，一时冲动让自己陷入困境。之后，在6根清净的佛门禁地，他又欲望滔天，大肆敛财，与尼姑通婚，触犯佛门戒律，最终身陷囹圄。希望大家从中吸取教训，遇事三思而行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